Let's go。嘿，大家好，我是阿用。那今天呢，我要来帮石阿来改它的后照镜。那为什么会想要改它的后照镜呢？那我先讲石阿它的原厂的后照镜它的优点好了。那第一个就是它其实它的视野的范围呢，其实我觉得还算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它的镜片算是还蛮广。然后再来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像我之前有提到说，从这边可以去看到，你有没有打方向灯，可以从这个地方的缝隙，在夜间的时候可以看到嘛？那比如说像是这样子 ，OK。然后你在骑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从这里的缝隙，你可以看得到，方向灯这边有没有打。这个对于说你在骑车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会不小心没有注意到说你到底方向灯你在变换完车道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把方向灯给按掉？它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功能，就是它蛮容易出现在你的视野范围内，可以提醒你说你的后照镜的方向灯没有关掉。然后在前面的照明度的部分，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啊，就是它的清晰度也都是还蛮好的。接下来我来讲它的缺点的部分呢，就是像我之前有提到，就是第一个就是它会抖动，就是你在骑的时候，它这里的强度结构其实有点弱，所以你在骑车的时候呢，这里是会有点微微的震动，就觉得不是很强健的感觉。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有下赛道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到这种整合式方向灯和后照镜的缺点，就是你要拆的时候，你不是像那种一般没有含方向灯的后照镜啊，你直接把这个锁点给拆掉，然后就可以把后照镜给卸除，你就可以去跑赛道了。那像这种整合式的，你还必须要去拆到车壳，然后把里面的方向灯的电源线给换掉，给拔掉了，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把这种后照镜呢给拆掉。那这个其实在你每次要整备车辆的时候，它都会是一个有点麻烦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今天我想要把这件事情给改掉，这样子 ，OK。然后给它关起来。那如果我们今天改成是没有方向灯的后照镜，那你怎么样解决方向灯的问题呢？那毕竟这台车子我之后还是要在路上去骑它，所以我必须要考虑到道路行驶的合法性。所以如果我把后照镜给改掉之后，我必须还是要保留第一个是后照镜本身的功能，我必须还是要有后照镜的功能。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必须还是要能够有方向灯、前方向灯，那这样我在道路上的行驶才会有合法。那所以今天呢，我要来改它的话，我就要靠这两样东西。第一个是这个是NRC 的LED 的方向灯。那这个方向灯的灯组呢，基本上它就是另外你就是会把可以装在这个位置，然后它就会在这里地方去闪烁，然后左右两边就是各一个这样就可以取代掉我原本的前方向灯。然后再来第二项东西呢，就是Rizoma 的Stealth 的后照镜。那这后照镜它是带有导流的功能，那我们来开箱来看一下。OK， 那这个型号呢因为它Rizoma 的 Stealth 的后照镜它都是专车专用的，然后它是这一款给10R 用的是 BSS060B 的这个型号，那 B 应该就是 Black 的意思，因为它其实有几种颜色，然后我是选的是黑色，所以它是 Black。然后 OK 这边打开来 ，OK， 再来是这个，它这里它有附这里有一个 QR code， 它是可以告诉你安装手册，可以从这边从网络上面去找到。好，背面就没有东西。OK， 那这个就是Rizoma 的后照镜的本体啦。
那它这边的后照镜的螺丝，它还是用6角螺丝，然后再来就是OK，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本体的样子。这个后照镜呢，它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有得到2021年的红点设计大奖。然后它的设计概念就是要与地面夹角是在25度的时候，然后所以它是这里在静坐的地方，它就是做一个固定的，它就没办法随时随意的让你去调整角度。那坊间的仿品呢，它是在这里有多做一个关节，可以让你去做角度的这里方向的角度的调整。但实际上正品的部分它并不是能够做调整，而且是专车专用的，这样它才能够维持说你装上去之后，你在地面这边维持是25度的夹角，除非是你把这个镜片这个给翻开来这样。然后呢，它在时速300公里的时候能够产生将近4公斤的下压力。那意思说你的下压力呢，其实是与时速的平方成正比嘛。所以你比如说你时速300公里是有4公斤的下压力，所以你在时速150公里的时候，大概是只有1公斤的下压力。然后，所以你在时速75公里的时候，大概就只剩250克的下压力。所以意思说，其实它在除非你真的是很高速的行驶的情况下，它其实对于下压力的部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比如说你今天在赛道上面，你的速度可以飙到时速200以上，这时候它能够提供的额外下压力就会有真实质的效果。可是如果你是一般你在路上骑的速度，就是在100公里以内的话，它对于产生的下压力呢，你可能感觉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Anyway，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它来装上车来看一下，它装上去的样子是怎么样吧。好，那昨天呢，我在安装 NRC 的方向灯的时候，我只有先装了右边的方向灯。装完之后呢，我在做测试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灯泡它是完全不会亮。然后当我打方向灯的时候，就是它灯泡不会亮嘛，然后这里的方向灯的指示灯它这边是很亮。然后这样的状况呢，跟我完全没有装，就是我没有接上任何的接线在前面的电源接口的时候的状况就是一样的。像现在，左右两边这里，我现在都已经拔掉了后照镜的方向灯，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OK， 所以我现在如果以现在的状况，我去打方向灯的时候，然后方向灯这里它会是很亮的，另外一边的状况也是一样。但是呢，如果我按的是警示灯，
它还是会有一点闪烁，可是这闪烁的频率其实不是那么的正常。那这样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我昨天，应该说我这2天我有在跟卖家还有美国的 NRC， 就是我们有讨论一下。那这情况呢，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方向灯的回路当中的电阻太低了。为什么？因为像现在，第一个是我在方向灯这边没有接嘛，所以基本上这个回路这边它是没有任何的电阻，因为我这边是开路。然后，但是呢，我的后方向灯，我从之前原厂的那个方向灯，我改成是 LED 的。那所以在我的方向灯的回路里面呢，我现在就只有 LED 的方向灯当成是一个电阻。那各位知道 LED 的方向灯是发光二极体嘛，所以它在所使用的电流它其实非常的低。意思是说呢 ，LED 方向灯它的电阻本身是很小的。那各位知道我们方向灯的闪烁器啊，它里面就是一个继电器，里面它其实会有一个电容在里面。那这电容呢，所以当你的回路里面的电流所用的电流小的时候，那你这个方向灯这边在继电器在闪烁的时候，它的电容这边回冲的电流就会很快，然后也会放电也会很快，然后所以因此就会造成说就是闪烁的现象。好，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你在改装 LED 的方向灯的时候，那经常会遇到的就是方向灯闪烁不正常，或者是你方向灯很亮，或者是方向灯根本就不亮，然后可能会有这几种状况。那基本上原因就是因为你在方向灯的回路里面你改成了 LED， 跟你之前的原厂的方向灯的灯泡它的设计来说，它们的电阻是不一样的。特别是 LED 的话，它可能比较外面市售的 LED， 它不像原厂方向灯可能有设计一些电阻负载在里面，所以因此呢，造成说我现在的方向灯的回路里面，电阻值非常的低。那在经过我跟美国 NRC 这边讨论之后呢，那他意思说我必须要加一个 load equalizer， 那意思就是说我要在回路里面加一个负载。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去增加我在方向灯回路里面的电流量，这样子就会让方向灯的继电器、闪烁器这里面它的电容这边可以有比较多的充电的电流量，那所以它在放电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这样子的话，因此就会能够让方向灯的这边闪烁是正常的。好，那我们现在来再测试一下这个方向灯的作用是不是正常。那 NRC 这方向灯呢，在出货的时候，卖家跟我讲说，他有先用电瓶去测试过，它是会亮的。所以理论上，它如果是正常，然后再来是它的还有一个可能不确定的因素是它的接头的正负极，假设没有反的话，那我现在在测试的时候，它应该是会亮灯。然后 OK， 那我现在先打左边的方向灯，方向灯这边是很亮，但是我的灯泡这边是没有亮的。然后我现在打右边的方向灯，它也是一样 ，OK， 那取消掉。那但是呢，像我完全都没有接的时候，意思就是等于是完全没有接电阻，就是电阻状况是几乎非常低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讲。那我现在接上 LED 的这方灯，因为它也是电流也是非常的低，所以应该它也会类似刚刚的闪烁的情况。好，那我现在按双黄警示灯。好 ，OK， 所以它现在双黄警示灯，是会闪烁的，代表灯泡它本身是正常，再来是接头的正负极也是正确的。那所以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我现在单个方向灯的回路，它各自的回路里面的负载真的太低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现在要切单边的方向灯的时候，它是不会闪烁，就会变成是这样。OK， 那我之前在改那个 JOT 的后排架的时候啊，那 JOT 原本它还有付给我这个，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load equalizer， 那也是坊间所称的解码器啦。它这个东西就是在你的 LED 的回路里面呢，去并接一个应该说跨接一个电阻在中间，然后去增加说它 LED 回路的一个负载。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整个 LED 的回路呢电流可以多一点，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继电器这边回冲的电流量会比较多。
那所以我现在因为他当初付给我的时候，他的这里的接头是用专用是后面的方向灯的接头，它跟前面的方向灯的接头是不一样的。那既然前后方向灯其实它是同样的一个回路，那所以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回路就是装在我的后方向灯的回路里面，这样子就会比较完整一致性，就不用再去改线之类的。好，那现在我们拆到这里就是后方向 LED 灯的接头，在这个地方了。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里就是线给它解开来，然后再去加装那个电阻。好，那现在这个是一个是左边方向灯的回路，那红线这里当然是正极，然后黑线是负极，那这是另外一边的方向灯的。好，所以我就要从这边去外接这个电阻。然后接的方式其实也就很简单。你就是反正黑色的地方，你就是接到两边的负极；那黄线这个地方，你就是接到两边的正极。因为就是等于就是在你的正极的回路跟你的负极的回路中间，我们跨接了一个这个电阻，去增加整个回路的电流值。那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做法。好，那就是这样子连接。OK， 那我们电阻这边接完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吧。再次确认接线没有错，黄色接红线，黑线接黑线，黄线接红线，接线接黑线。OK。好，方向灯，哇，闪烁啦，对不对 ？OK， 那现在后面的方向灯也会独立的闪烁啦。那另外一边，哦，好。那我刚刚这样测试，真的运气太好了，因为确实啦，就是其中一个方向灯，它现在已经是可以正常的做动了，就是这个方向灯。然后，但是呢，另外一个不行，因为我刚实测交叉测一下，看起来这个电阻呢，这边它可能有故障，所以我这边必须可能要换一个新的，然后不然的话，我现在。这边的话它是没办法正常的闪烁的，啊，真运气很好啊，好吧，总之这边还要再去买一个新的这边来换 ，OK， 那就先这样子哦。
inside your head. They'll tell you what to do in life instead of everything you know that you could get. Don't let them guide your life towards regret. I'll fight for what I love with every. 好，那现在这个是最后安装完NRC 的左右方向灯，还有 Rizoma 的 Stealth 的后照镜。那各位觉得看起来怎么样呢？那我觉得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气啊。那 NRC 的这个方向灯呢，我觉得在辨识度上面是还不错的。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你从正前方呢，其实两边都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你在侧方再远一点的话，其实也是蛮明显的。而且它跟整个车头的整合性其实还蛮高的。就是你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你不会发现说那边可能多一个方向灯在那个地方。那再来就是 Stealth 的这个后照镜。Rizoma 的设计，我真的觉得是蛮不错的。那各位可以看到，哇，这整体的造型是非常非常的流线。OK， 它跟10R 整个外形就变得是更有一体的感觉啊。那各位如果应该也都知道，像 H2R 的话，他们其实后照镜上面也是有做，像这种老流翼的这种设计啊，就是多了一些空力的造型，然后能够让在高速的时候行驶的车的稳定性会更好。那这是 Rizoma 的这个后照镜呢，其实它搭配了蛮多专车专用的车型。那像许多各大品牌的防晒啊，或者是甚至街车，它都有出这一款的。那我觉得整个搭配起来是还蛮不错。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可以转开来 ，OK， 然后转开来。好，之后这是它的后照镜的位置，给它撕掉吧。OK，Alright， 那它是有一点蓝镜的感觉。然后 OK， 那这个后照镜之后实际使用起来的感觉呢，我之后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那再来呢是 NRC 的方向灯呢，我觉得它有个优点就是说，像各位现在从驾驶舱这边看过去啊，其实你是可以看得到方向灯有没有在打的，有没有？那所以其实这个也帮助你说在辨识，在骑乘的时候，假设你真的忘记关方向灯的话，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注意得到说你有没有开启或关闭左右的方向灯 ，right？ 哇，那这个转动呢的感觉是蛮有阻尼感的哦，像。如果用假设我没有是在车子上面直接转的话，其实是单手是有点难给它转开来的。然后转起来的感觉，哇，是觉得算是真的是非常的扎实啊。好，那我现在把后照镜翻起来，后照镜打开来的样子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看的，整个后照镜的造型非常的简洁利落。OK， 然后收起来，就变成是跑车的样子。哇，真的是超帅！好，那各位一定要注意哦，你在再次跟各位叮咛一下，就是你如果在一般道路行驶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后照镜给拆除掉。然后后照镜在你一般道路行驶的时候是可以保护你在驾驶行驶的时候的安全，所以请你的机车务必要装上后照镜。然后方向灯也是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够一方面这样才能够符合你道路行驶的交通法规，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确保说你的行车的安全。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那如果各位喜欢我频道的话，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那记得开小铃铛。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